物生于天地间，众生承蒙滋养。乡野奉献美味，治愈心灵。四季轮回，一蔬一饭，寻常滋味中，爱意在流淌，乡土情更深。一個。郭衍斌细心感受着脚底是否像踩到了石子。嗰度應該有。因为一种美味就藏在淤泥里。咦，踩到啦！又踩到一個，哇，犀利！当地人把这种贝类叫做雷。每逢初一、15，潮水涨落最大。10月过后，北风又加剧了退潮，因而滩涂裸露面积最大。此时正是摸雷的最佳时机。妈妈梁群心虽已66岁，行走在泥泞中却灵活轻巧。高路山了，就这样了，很容易了。因为从小就在这片滩涂摸雷，所以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嗱有啦，嗱有咩過啦？嗱，看准雷呼吸的小洞口，一颗颗饱满的雷手到擒来。嗱，係呢個啦。雷这种价格亲民的河鲜备受中山人喜爱。酸菜炒雷肉，嫩滑开胃；蒜蓉粉丝蒸雷，纵享西江鲜甜。雷肉、杂鱼、虾，以少许盐腌，在秋冬的阳光中自然生晒，当地人叫做晒三干。悬挂的网两面通风，便于水分快速蒸发。今晚孙子孙女即将到访，已经告别渔民生涯的梁群心再度出马。这是一种特制的渔网，网眼儿比普通渔网更细密，目标是只有手指粗细的白鸽鱼。下网时间也有讲究，只有常年生活在江边的渔民，才能准确地知道潮水涨落的时间，并看准時機，果斷下網。嗰啲魚要就漏水嘅喎，退潮咁佢先至喐出嚟揾食。白鸽魚生長在鹹淡水交界的江河濕地，長了一雙眼高於頂的白鴿眼，因此得名。漁網順着水流游移。梁群心開始收網，睇佢猛漏水咯。尋日咁猛漏水啊，過兩兩個字我要收網㗎啦。白鴿魚啊，以前又多，而家就好少咯。而家位太擋住晒咧，又冇咩水乾乜，就又冇咁多白鴿魚啊。捕到1斤的白鴿魚，就是今天的全部收穫。稀缺性讓白鴿魚的身價翻了好幾倍。如今1斤要賣上百元。煎焗白鴿魚是最常見的做法。
质细嫩，鲜香可口。经过2天晾晒，肉质紧实、鲜味凝练的三干制成了。这是保存鱼货的一种传统方法，也衍生出更加丰富的味蕾体验。蒸三干是地道的水乡特色菜，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清蒸、蒸过的三干将敛藏的鲜味再度释放，韧劲儿十足，咸香适口。Chị đã đây, chị đã, phải bảo cặp đấy. Bảo cặp chưa? 此情此景，所有辛苦烟消云散。Mà không nói cũng mua sản phẩm tiết kiệm với xăm mà. Kỹ sản tiên đêm đang gì cũng phạt số hàng à. 现如今，再无需向江海讨生活的梁群新与老伴儿，拥有了更多悠闲甜蜜的2人时光。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流水潺潺，清风徐徐，与乡间野外诗意的栖居，家人常伴左右，这就是美好生活的模样。南朗崖口村位于珠江出海口，另一种滩涂的宠儿青蟹，在这里备受食客追捧。黄锦堂生于斯，长于斯，以海为生。15年來，這家海鮮餐廳幾乎每天客似雲來。有松皮蟹，有沙蝦，有風扇，有塔沙。咁其他我同你安排啦，好啊。黃錦堂的商業秘密在於廣交朋友，熱情好客。啲客人咧都係信得過咯，一嚟到咧見到我咧，叫我搞掂咪得噶啦。啲嘢得唔得啊？啲蟹靚下。得啦。係啊，好啊，喂，慢慢食啊。好，多謝。滩涂上，大大小小的蟹塘，井然有序。珠江出海口，咸淡水交汇，这赋予了青蟹格外鲜甜的口感。蟹塘紧邻石阶，食客就能第一时间品尝到刚刚捕捞的螃蟹。这是起蟹前的准备工作，铺排的野草防止螃蟹互相打架。我哋以前捉蟹啊，自然啲嘅，跳落海咧，用2隻腳嚟踩就得噶啦。水漲時候咧，啲蟹就走落個腳印嗰度。咁我哋水退嗰時咧，跳落去咧，佢就喺個腳印唔走噶嘛。哇，好多蟹啊！魚啊！嗱，松皮蟹啦，几只重皮蟹收入囊中，这让黃錦堂很興奮。初1、15咧就最多松皮蟹嘅，特別係7、8、9月嗰3個月係最多嘅，好肥嘅。佢差唔多換殼嘛，松皮蟹係佢2層皮嘅，佢啲殼咧特別深啲嘅。嗱，佢爆出嚟嘅啦，就過多2日全部爆變水蟹嘅咯。正常情況下，每只青蟹要經歷大概13次蜕殼，每蜕殼1次，個頭隨之變得更大。在新殼長出、老殼尚未褪去的時候，當地人稱之為重皮蟹。哇，好多貨啊！大豐收啊！哎呀，哇，好嘢！
係好多嘢。盐焗是蟲皮蟹最佳的烹飪方式。蟲皮蟹爆開咧，佢會有啲水分啊。如果你清蒸咧，就係食到嗰啲甜味，但係冇咁香。收乾佢啲水咧，咁就變咗就香好多。海盐迅速翻炒至200多度，将螃蟹覆盖。高温使螃蟹体内水分散发，凝缩的鲜香却被紧紧锁住。中間，係。褐红色的心壳，软如一层皮，可以食用，鲜香浓郁。若连壳带蟹肉、蟹黄一口咬下，润滑醇香，滋味绵长。青蟹经历又一次蜕壳后，体型变大了1倍。此时，它又有了一个别称——水蟹。水蟹壳软，水多肉少，但肉质特别鲜美多汁。蒸熟的螃蟹开始拆解，这十分考验厨师的耐心。1斤重的水蟹仅能拆出1两蟹肉，水蟹内流出的汁水可谓其精华所在，鲜甜无比。水蟹羹内，水蟹已无踪影。蟹黄的醇香与蟹肉的甘甜在口舌间相互呼应，温润心脾。哇，你看看太阳，娃娃，好看哦！这是黄锦堂难得闲暇也无比幸福的一刻。爷爷餐廳邊度？哦，這裡啊！哇，靚不靚？即便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人们也从不吝惜辛劳与汗水。他们感恩一方水土的馈赠，用心经营滋润的生活。告别海岸，走向山峦，另一种风情的乡野画卷徐徐展开。炎炎盛夏，岭南佳果竞相挂满了枝头。此时，一种个头如龙眼大小、浑身青绿、带着小刺的果实也在野外悄然生长。它们几乎与树叶融為一體，很不起眼兒。細個時候好多㗎，周街周巷都係嘅，好乘涼啊嘛。而家城區越嚟越少。土生土长的中山人邝卫金，对银人果这种乡野味道情有独钟。每年这个时候，他都四处打探银人果的踪迹。嚟呢棵都有喎，嚟，哇！银人，学名人面子，果核呈凹凸状，酷似人的面孔，故而得名。6月初嘅時候摘嘅時候，我覺得係最靚嘅，嗰啲核係軟嘅，果肉係特別多嘅。有陣香味啊！佢喺銀鏈本身佢，我以為佢煮出嚟先有味，原來唔係嘅喎，生嗰時嗰陣味都咁濃。其实这时的银人果尚未成熟，味道极酸，但在中山人手里能转化为意想不到的美味。银人果下锅汆，叫做杀青，刺鼻的酸涩变得柔和，青色泛出黄意。
子薑可以排濕同埋驅寒啊。佢咁嘅配搭就係可以生津啦、去濕寒啦。银人果再次入水，挤压、翻搅，须臾不停。这是一个极考验腕力与火候把控的步骤，稍有不慎便粘锅，宣告失败。下入姜丝、辣椒丝，几种食材的搭配取得微妙平衡，酸中带甜，甜中有辣的隐忍酱大功告成。婆婆嘅時候都係做呢個醬，媽媽嘅時候又係咁做，咁到我做媽媽嘅時候，我都係咁做落去。希望我第一個女做媽媽嘅時候都係咁做落去。呢樣嘢係中山種特色嚟嘅。物质匮乏的年代，隐忍酱拌饭就是炎炎夏日的一道绝味。在今天包罗万象的美食面前，隐忍的味道依然让中山人难以忘怀。拍碎的隐忍果释放出极具张力的酸，化解了鱼的腥味儿。淡淡清香打上了夏季专属烙印。隐忍酱炒鸡翅，加入菠萝，清爽可口。隐忍酱与法式面包邂逅，甜酸相交，别具风味。暑假外出求学的女儿回来，邝味京第一时间唤上妈妈、妹妹一起品尝时令美味。这是家人每年定期的聚會。一個家始終會有一個人或者一個親戚煮咗之後，就會派街坊鄰里間啊、親情嘅傳達啊、愛心嘅傳達嘅一種方式嚟嘅。多餘的隐忍果，中山人也有储存的妙方。隐忍果在冰糖水中煮沸后熄火，浸泡一夜。阳光暴晒，微风轻拂，只需借助大自然的力量，隐忍果就能完成完美的蜕变。喺度食，酸酸甜甜，酸酸甜甜，開胃。遵循自然法則，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心痛天地者，萬物皆為師。身處繁華鬧市，心在夢裡田園。田園秀美，鄉野如畫。五桂山脈層巒疊翠，飛瀑流泉，是中山人放飛心靈之境。9年前，盧楚奇從美國波士頓大學畢業後，便回到家鄉中山創業。五桂山的優質山水和田園風光吸引他駐足。此後，種菜養鴨成為了一門生意，也成為了他的生活方式。中山水網交錯，土地肥沃，非常適宜養鴨。中山麻鴨是唯一以中山命名的本地物種。羽毛主要为麻褐色，脖子上有一圈白色羽环，犹如一条项圈。公鸭头部的羽毛为花绿色。快点吃我们的小鸭子！哎，卢楚奇养殖麻鸭有独到的方法，就在这鱼塘里面自己放养，哎，比较天然，给它喂的是我们不要的那些菜头菜尾。没有那种残余物，就没有造成了浪费，偏生态农业一点。
中山麻鸭皮下脂肪少，肉质结实，有嚼劲儿。大厨如掌控手术刀一般，精准地剔除鸭骨，而保留了完整无缺的鸭皮。莲子、叉烧肉、冬菇灌入鸭肚中，加入咸蛋黄。入油锅的一刹那，鸭身膨胀，肉香乍起。炸至金黄色后，再入卤水。历经6个小时，这道有110多年历史的香山霸王鸭终于出炉，当之无愧占据了餐桌 C 位。软糯滑嫩，浓醇甘香，5种食材融合巧妙，就如一首完美的交响乐。这里不仅是卢楚奇事业的田园，也是孩子们的乐园。你過嚟摘呢個，中間嗰粒嘢搣出嚟。7月，平婆掛滿枝頭，家人們歡欣而至。這兩個跟這個唔出嚟嘅，這個像什麼？掰出來像什麼？你選一個最大的出來。平婆在珠江三角洲十分常见。因为形似眼睛，又叫凤眼果。平婆既有栗子的粉甜，又有莲子的糯甘，用来焖鸭是一道岭南特色佳味。鸭肉入锅爆炒，放入平婆一同焖煮，静待2种滋味慢慢交融。在卢楚奇看来，广阔的农村与田园大有可为，在希望的田野上逐梦，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就是他不懈奋斗的动力。从事农业这个事情就不会再变成大家印象之中那么累、那么辛苦，而是变成大家比较向往的，又是很舒适田园的一个工作。乡野是永恒的，是深藏人心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山人在这片土地寻觅、耕耘、发现、收获。人们遵循4时之序，化平凡为神奇，让味蕾惊艳，让平淡生活充满惊喜。